期待已久的第2系列的开着餐车啪啪走，终于回来了。我们又来到马来西亚喽！这一次的旅程也是不一样哦。对，我们这次要走马来西亚半岛东海岸。哇 ，OK， 现在有点期待，有点期待。现在我们要去柔佛一个新的一个地标。这个地方呢，就离新加坡呢只有1公里啊。它是以这个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后查理·苏菲亚而命名的。这个歌剧院呢，我觉得呢可以为全马甚至是全球的表演者呢展现他们才艺的一个地方。而且我觉得这里真的是离新加坡很靠近。Yo bro，let's go！ 开着餐车爬爬走2。哎呦，那么可爱哦 ！Oh my goodness， 很 cute。这个很 old school， 这个 pattern。哎嘿，刚刚好，刚刚好，很好。等风来不如追风去。Yes。OK 了，走了，出发。Yes。去接新的主持人。已经1年多了，我没有在马来西亚公路上开车。哦，那个 0 kilometer， 他应该是约我们在这里。应该是他。哎，好慢！一首龅牙菇。Jaspers， 快点，这边，停这边，安全安全。Oh my goodness， 我这样开走了，算了，我怕。快 ，Hello。Oh my god。Hello， 你好，你好。Hello，Jasper。你好。Hello，我自我介绍一下，前辈好，我是 Jasper 赖宇涵。我其实呢是在马来西亚出世，新加坡长大。现在让我来介绍一下，公路零元点的里程碑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的象征性起点，也叫做公路起点。Right。耶！马来西亚的公路零元点呢，它不是在首都吉隆坡，它反而是在柔佛，它是在新山邮政总局，它象征着马来西亚半岛最南端公路的起点。总的来说呢，马来西亚半岛啊，主要的公路呢都会在新山这里汇合，然后就通往新加坡，所以从这里出发是最好的。这个地方呢，也完全体现了新马一家亲。红星大奖最佳主持人王璐江，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是不是先要去吃点东西？ Of course。哎，我有一个问题，哎，很好，你会煮饭吗？不会。可是我可以学。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来了一个谐星，这样谁来煮啊？那如果陆江大哥要煮的话，那我就是那个 sous chef。啊！我没有很喜欢陆江大哥的那种教育。话说回来了，我觉得 Jaspers 将会是一个很好的伙伴。那有可能呢，他会对我们这个旅程带来多一点欢乐，多一点惊喜。Let's go。那这间马来餐厅呢，它有5家分店，每一间分店呢都有不同的设计，就很像我们3个人一样 ，same but different。这个我们 reserve 的，我们走这边，哎 ，shortcut， 拖鞋。这样的用餐方式蛮特别的哦。跟我出来旅游，我会带你走不一样的路，体会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是蛮不错的啦。来到这边，很有那个甘榜的那个风情。哦，来了。哦，this is interesting。还特地放了一个吸管在那边。对，它的整个卖相跟我们新加坡的很不一样。新加坡的那个 soup tulang 啊，有一种红色，而且那个红色呢是非常的亮的一种红。这个叫做 soup tulang gearbox。为什么它叫做 gearbox 呢？顾名思义，它像刚才你抓的什么？手排档。 Yes。那你看，它是特地用山羊肉的膝盖骨，你看里面哦，它就有骨髓，也有胶质，所以呢，吃起来呢不会很腻。哎，等一下，淋汤汁在里面。Cheers。哦，sedap。
哦，你是 so good。它们就像布丁一样对，在你嘴里融化掉，然后加上那个汤又不会说很辣啊。其实它的汤喝起来很像米索多的汤，是一种比较重口味的汤，啊然后它的那些，比如说一些香料呢，会来的比较重一些，不过它蛮清淡的。然后呢，有一阵阵的那个香气，最主要的是呢，真的没有洋膻味。Very nice， Very nice right？ 我就跟羊肉一样，嗯，看起来很像重口味，可是我很香。不过是有一定的骚味在那里。好，这个是叫做拉萨酒货，那这一道呢，新加坡都没有。那这个拉萨酒货呢，是有一个故事的。话说19世纪的时候，已故的柔佛苏丹阿布巴卡，他有一次去到意大利的时候，吃到意大利面，哇，吃到！他回到酒后的时候呢，他就叫他的 chef 用意大利面来煮这个拉萨，皇族流传到民间的美食哎。当然你看它的卖相啊，第一，你一看到那个面条呢，就跟我们新加坡的很不一样。我们新加坡的是习惯用那个粗米粉，粗米粉。不过这边它看起来像黄面，不过它就是意大利面。Yes。它里头呢就有这个拉萨叶，然后有洋葱，还有这个菜脯。那你们先吃没有配辣椒的先。啊，我觉得它的那个鱼肉，它吃起来有点像那种沙丁鱼，而且它的这个味道很重。一干干蹦。现在我们要不要加点辣椒进去一起搅拌？它里头的鱼肉的分量很多，所以呢，那个汤汁呢就非常有那个厚度，那个味道也来得比较重。每一口都是鱼丝哎，每一口都是精华。其实这个 jet ski 之旅啊，除了玩耍之外呢，我觉得它也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啊，尤其是当我们在拾那些垃圾的时候，其实我们呢一定要保护自然生态。我觉得我在捞垃圾的时候呢，其实还蛮帅的，因为呢一边转一边捞那个垃圾，不像陆江大哥停在那里这样，像老人家一样。我们骑了40分钟的 jet ski， 终于来到马来西亚第2长的大桥柔佛河大桥。虽然是全新的组合，也是我第一次遇到 Jasper， 可是我觉得当我们在柔佛河大桥底下拍照的时候，我有感觉到一点点的那种 brotherhood 的啦，蛮不错的。Hello， 欢迎你们来到生蚝养殖场。好，你好，我是陆江，您是？我是阿光。阿光哥哥，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坤友，你好，我是跟你联系的 Jasper。OK， 那这里呢，就是世界唯一一个最靠近赤道的生蚝养殖场。哦，我的天啊，真的！所以这里是养生蚝的，对，这也是一个度假村。对，也是一个度假村。我们可以来参观一下吗？可以，我们楼上有房间，还有楼上。Surprise！ 我们住这边。来，可以进来看看。哦，哇哇，哎，是不是很 nice？ 哇！我喜欢这个厕所嘞，这个厕所哦，你进去里面冲凉哦，你一半哦是面向大海的。I like it very much。哇，这些鱼那么大只，它们是什么鱼哦？龙胆石斑鱼，这个大概10公斤。10公斤啊！为什么这里你们会养鱼呢？养鱼它的粪便出来，我们这边要养那个藻类比较快大，要供应那个蚝。所以是一个生态的一种循环来的。4个字：生态平衡。突然间下起雨来了。现在那个整体的感觉又更加的好，因为突然间我们坐在这边看到那个雨水呢打在那个水面上呢，整个感觉就有一些许的那个诗情画意。好，这样我们就洗生蚝。现在你们要帮我拆嘞，拆了拿上来要自己洗，你们就放在上面这边。放在这里啊，帮你把它洗哦。对，给我。小心，至少有10多公斤。Let's go！ 哎，你一碰，那个蚝就变干净了哎。那个网也要喷。哇，好多泥哦。
啊，蛋菜也是被喷出来的。 OK， 我现在开始刷这个生蚝啊。哇，好疗愈哦！原来我们在巴萨买的那些生蚝都是被处理过的，所以才那么漂亮。光哥，这样算干净吗？干净了，干净了。真的吗？对，我觉得其实蛮有满足感的，因为一开始它是褐色的，很肮脏，然后把这些 barnacles 给去掉之后呢，哇，就觉得很开心，而且这整个过程呢不会很费力，蛮疗愈的。我们要珍惜我们桌上每一个食物。然后我们3个人第一次一起携手合作，有这个机会呢，站在这里做这些事，是不是越来越爱我还蛮不错的。 ？Brian，很闷很闷。哦姐，耶！我们第一个晚餐是不是很罗曼蒂克嘞？有一点不错 Yeah 不错。生蚝大餐。来合作愉快，大家哈！Cheers！好肥美哦，它的那个生蚝。 我吃的是原味的，在那生蚝上面呢挤了那个青柠檬，再撒上了那个 Tabasco sauce。哦，我跟你说这个味道，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好吃生蚝的那个方法。哎，你可以吃到那个生蚝的那个鲜。对，我吃这个泰式酱的也是非常爽，它是新鲜的生蚝，就不用说了，你咬下去的时候它就爆发在你嘴里哇，然后再加上那个泰式酱，有一点酸，有一点辣。我这个也是 nice。对啊 Bonjour。我跟你讲，整个人很像去欧洲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生蚝配搭白酒。坦白讲，我真的没有吃过这样子的方式。我也是。当我把那个生蚝放进嘴巴里面，它直接滑进去我喉咙里面。我们可以试一品锅了吗？很好，来。哇，这个汤啊，非常我觉得浓蛮有内容的。谢 Jess，谢。来，你们会不会觉得啊，那个汤最主要的味道，感觉上好像是那个鱼鳔的味道，因为它本身的味道就来得最重，所以对那些生蚝避而远之的朋友呢，他们就可以以这样的吃法呢，来试一试这个生蚝。而且重点就是，这个一品锅，给我一个新年吃团圆饭的感觉。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吃着生蚝，吃这个一品锅，真的是一种享受。那我在想啊，我们的美食交流会，我们该煮些什么呢？那不如我们做蚝煎，蚝煎。就是潮州蚝烙。OK， 我觉得可以。如果说要做的比较有古早味啊，比较有一种诚意的话呢，我需要鸭蛋呢。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制作组发给我一个 GPS link， 他说要带你们2位大哥呢去到这个地方，哦、I love surprise。 OK， 应该是这里了。哦，什么来的 Crocodile World， ？What？鳄鱼世界。哦，我这边要转右进去哦。我没有兴奋，我有点怕。鳄鱼。这个 Crocodile Farm 的规模蛮大的。对 Cecilia，Hello， 你一大清早就在这边等我们。对，我每天都在这里，哦，我在这边14年5个月了。这个池呢是繁殖池，里面有23只，但是我公公第一只鳄鱼有在里面呢，所以这是家族的。所以这是家族的，我是第3代。人那只那是鳄鱼呢？那这鳄鱼我叫它啊叫来叫来。菲菲来啊！真的转了。你看几大只？那个是菲菲。这个池里面它是最大只，它也是第1代鳄鱼，1.3吨，它现在有135年。哦，这个池是繁殖池，鳄鱼在交配的时候，它一定要有6尺深的水，它的蛋才会受精。这样你怎么保证每一只鳄鱼都吃得到？鳄鱼啊，很奇怪的，它像人这样的，吃饱它不会要来吃的，哦，因为它的肚子还有储藏食物，它是整只吞食的，因为它们在胃里面是磨食物的。我们来去看肥肥的雕像。哇，每次我的顾客走到这边会吓到一下，因为它很真。
这个岩丘里面养的，唯一一种就是金湾鳄而已。它是咸水鳄，沼泽地红树林的鳄鱼。它的36颗牙齿啊，它的下颚30颗，上颚是36，总共是66颗。它吃东西，它咬合力是2000 kg，所以什么东西在它的嘴巴粉身碎骨，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整个马来西亚都是这种鳄鱼。整个世界现在剩下23种鳄鱼，23种里面它最凶猛的一种。Cecilia， 你这间鳄鱼园有多少只鳄鱼啊？总共？我这边有1000处只。哇，1000。对。你们为什么会想要开鳄鱼园？公公在中国下来南洋的时候是1920年，当时的南亚港都是森林，唯一只有这个河口。公公和当地的渔夫们在晚上捕捉鱼的时候，他们看到很多只鳄鱼。为了保护渔夫们，一开始是挖一个洞口养着那只鳄鱼，后来在爸爸的年代，他是用他的橡胶园来开辟鳄鱼园。那听你这么一说啊，当年呢，你的爷爷还有你的爸爸，真的是有帮助到这里村的那些渔夫哦，就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危哈。对，而且也让他们呢出海捕鱼的时候也比较安心。对对。Cecilia， 这就是鳄鱼蛋啊。对。所以这个是受精的蛋吗？没有，今天这个蛋它是没有交配的，这个是自然生的，1年它会排卵一次。如果它有40粒以上啊，它最少要下2天到3天。鳄鱼啊，它只是1年怀胎一次。像我们现在是如何分辨这些 baby 啊，哪一个是雄的，哪个是雌的？这么小我们分辨不出来哦。其实蛋在孵化的时候，如果是在31.6的温度以下，它是雌的；31.6以上是雄的，但是还是个未知数，要等大一点我们才可以分出来，到时候才可以注射晶片。OK， 我们应该是差不多的啦。我们可以喂那些鳄鱼了吗？可以。耶 ，Baby Crocodile， 摆你看，抓要抓头。哎呦，很像针这样子，很细很尖。OK， 可以，可以，乖啊，乖。OK， 哦，哦，我第一次感觉到冷血动物的心跳。他们玩耍的时候啊，或者是他们愤怒的时候，他们都会叫。接着你为我们安排什么活动呢？我们现在要开始跟鳄鱼洗澡，跟鳄鱼一起互动。这些鳄鱼都几岁了？这些鳄鱼有70年，有60多、80、90。当我们踏进这个鳄鱼池的时候呢，感觉像这些鳄鱼呢都是死气沉沉的。我觉得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了，我们就走靠近那个鳄鱼哦。那你知道？你要不要我？为什么你的？太开心哦！对啦，他看起来真的笑哦。他们其实蛮开心的，因为他们张开嘴巴的时候呢，是面带笑容的，是这样。仔细了就说，他口开着是因为他在散热。哎，我仿佛好像看到鳄鱼可爱的一面。OK， 我们来到的这个繁殖池里面有100多只啊。哦，等一下100多只哦，你说繁殖池？对，鳄鱼下蛋的池。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种巢里头就埋着鳄鱼蛋？这样鳄鱼妈妈不是会很凶？对，很凶。它是来保护我们的哈，你的阿爸。啊，对。啊，是咯。所以我看前面满地的那个鸡，哇，新鲜的鸡肉，使劲的去丢。OK， 认真讲，我本来呢是有一点怕鳄鱼的，从那一刻我不怕鳄鱼了，我比较怕那只鸡。其实我从小到大我就一直对鸟类、飞禽动物有恐惧感。我上网查了，英文呢它叫做 The fear of birds is known as ornithophobia， 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就拿了几只鸡丢给鳄鱼呀。我尽力了，这是 maximum 我可以做到的东西了。刚刚开始丢那个鸡来喂那个鳄鱼的时候，还有些许的战战兢兢啊。当你发现啊，原来他们进食的方式是这样子的时候，就我跟何们2个人就开始放胆的越走越靠近。然后呢，我们就拿着那个鸡哦，就是往他那里扔。OK，here's some more for you。
哎，那，哇哦！没想到旅程的开始呢，就有那么精彩的活动。那希望接下来的活动呢，会更精彩，会更好玩。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是近距离跟鳄鱼一起喂食。哇，那西西列，你为我们准备了什么？今天我为你准备的就是有白灼鳄鱼蛋，然后有一个煎蛋，但是它调味是很少的，因为本身鳄鱼蛋有带一点咸味，然后它很香。这个是药材汤，鳄鱼的龙骨熬出来的上汤。好，那我们首先先要试一下的就是蛋。哇，这壳还蛮硬的。它还有里面还有一个沫啊，它这个是白的，你看到吗？你看就是这样。很像果冻哎。对，很像果冻，很 QQ 所以还是80%是蛋黄，20%是蛋白。你知道，当我们吃半生熟蛋的时候，我们会加一点点的酱青。酱青。对，它就是很像我加了那么一点点的酱青的那个咸度。那个蛋黄的那个香气会来的比鸡蛋的那个蛋黄来的比较有浓厚一点点，而且比较有味道。所以这个是炒蛋啊？对，炒蛋。我第一次吃过炒蛋里头有姜，所以你是给它提香了。对对。其实如果你不说的话，我以为它就是炒鸡蛋。它的口感是比较软的啊，这个 jelly 的部分，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哎，为什么里头有一点绵绵的东西，绵绵的东西？但是它是已经煮熟的，煮熟了，它是完全熟的，所以它是2个层次不同的。这个是生蛋啊，我开一粒生蛋给你们看，你们就去了解。哦哟，透明的。哇，这个很像，厉害了，小朋友那种玩具哦 ，squishy 啊，哦，好可爱哦，哦，它的哦。哦，来试试看这个上汤，里头有什么？里头是简单的药材，这个就是它的鳄鱼肉。鳄鱼肉，你里头应该是没有放很多调味料，只是放完全没有胡椒粉，然后一点盐巴，然后没有味精，非常的浓度。对，那这是我第一次吃鳄鱼肉，它就是简直像一个鸡肉这样，可是它来的比较嫩，而且它没有什么腥味，所以吃起来的时候呢，其实蛮香的。据我所知，你们这里是没有宰杀那些鳄鱼的嘛？这个盅里头的鳄鱼肉是哪里来的？沙巴，因为沙巴那边的鳄鱼太多了所以他们合法屠杀，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买进来。西西呢？为什么你想要接手这个鳄鱼园？这个鳄鱼园是爸爸的一个心愿，然后又是他的宠物，所以就很像当初自己的生命。当时他是不想放弃，如果可以的话，找一个人来打理。后来他问我，你可以帮我吗？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帮助他，就挑战咯。但是当时他往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看好我嘞。如果3年我做得起，我做了。那知道我慢慢做就成功了。爸爸所说的，这整个鳄鱼场的门面365天你一定要开放，这个是爸爸的精神。他希望我们把这个鳄鱼场开放，最主要是观赏，打造出一个教育生态环境出来。其实我觉得那么多年来的努力啊，就有今天的这个成果。当然这些年呢，你也背负着对你爸爸的承诺。如果他可以看得见的话，我相信你的爷爷跟你的爸爸都会跟你说，Cecilia，你做得很好。谢谢。哦，真的。给你个鳄鱼抱抱。谢谢。耶，2位，我们来到了边加兰的士官岛 ，Let's go！ 这里呢，对新加坡人来讲一点不陌生，为什么呢？因为从樟宜码头那边呢，轻轻松松，很方便的就可以来到这边的。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东西，猜是什么？跳海是不是 ？Yes。那边海鲜呐，螃蟹，然后龙虾。哦耶！过来这边，嗨！哦，我们今天要见的2个人。你约了这2个人的 Of course。Hello， Hello，嗨，你好 Hello， 嗨，你好，你好，我叫迪伦，是土生土长的4湾人。OK， 我今天会带你们去抓龙虾。哦，那校长您呢？我想带你们去看看那个矿场留下的码头，打卡地方，很多人都去的。看来我们就得兵分2路了啊！是抓龙虾啊！我带你去打卡，可以，把你拍得很帅。抓龙虾 OK， 拍美一点。跟我。
这里，那个铁桥，网红打卡的地方。这原本不是铁桥，而不是铁桥，是一个输送木塞的码头。啊，木塞呢，就是我们叫做铁环土，它拿去提炼成为这个铝。你知道什么是铝吗 ？Aluminum。哦，铝。我看到的那些红色的那些石头，甚至是我们现在地板踩上的这些红土，就是木塞来的。啊，这些就是木塞。这些矿啊，是什么时候被掏空的？其实，在1990多年就已经是差不多是完了。今时今日，这个边加兰的人是以什么为主要经济来源？捕鱼的我看占不到5%，那么一些就做生意咯，农业就是种这个油棕。那么大部分的年轻人就是在新加坡或者外国工作。哦，所以我们是坐这艘船，对，没有错出海钓龙虾。 ，yes， 对。哇，安哥可以出发了，安哥。哦，哇，这是我第一次以这种方式来出海，很特别啊，很特别，真的不一样的体验。 Hello， 我们去抓龙虾了，拜拜。是湾岛最有名的就是龙虾，对，从本格让到迪沙鲁，整个海岸线这边都盛产龙虾。是有原因的吗？因为他们的环境、他们的水对还是什么？这里的环境适合它们繁殖，我们也开始有在做这个保护。等一下我们如果有抓到它的头部小过这个大小的，就要把它放掉。就是150克，它是小龙虾；150克以下就是那种太小的不能抓。从苗到大可能花一个3个月左右。其实呢，四湾也被称为龙虾之乡，有很多游客啊都慕名而来吃龙虾。所以我自己就经营着一间卖海鲜的餐厅。这就是本地他们抓龙虾的笼子哦，这是圆形的，你看得到的。哦，哎，可是他抓到鱼了耶！抓到鱼哦，他没有抓到龙虾，对。Oh no！ 等一下看我们的运气了。所以第一个步骤是处理这个笼子还是什么？对，我们需要把那个鱼饵。哦，鱼饵。哦，只要是鱼肉就可以，有没有？要新鲜的鱼。我们放之前，我们要给它的那个鱼肉给它的味道才会散发出来。对，没有错。嗯。你看到那个笼子中间有一条绳子，把它塞在那个里面，龙虾嗅到味道就会过来了。就这样，好，我们直接下第一个笼子。哎，那个龙虾这样跑进去吃了鱼之后，不是可以跑出来咯？其实不会，因为我们放的时间很短，你差不多2个小时我们就拉起来了，所以它不会跑出来，它还会再吃。龙虾还在吃，还没有吃完，他们吃很慢。哗！然后就拜拜。哦，就这样就下去了。每个船夫的那个浮标是不一样的，对，你这样就可以认得出哪一个是你的笼子啦。是没有错。OK， 下一个的话是 OK， 我切，你来装。OK， 慢慢来，慢慢来。OK，1 2 3 go。那如果你抓到那种小过150克的，然后你不放生，会怎么样？哦，那个的话，渔业部会罚款1只2000块哎。哦，所以政府其实也是有在保育，就是确保这里的龙虾还是可以繁殖。对，没有错其实我小时候的这边龙虾是很多的，就因为我们做餐厅嘛，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渔夫拿来啊，每一个都抓到可能超过5公斤以上。所以你餐厅里头的那些龙虾都是在这里捕捉的吗？多数是这边捕抓的，但是现在吃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必须依赖进口的，就比如说从澳洲啊、沙巴、印尼这些。哦，我一直以为哦，捕抓这个龙虾呢是以钓鱼的方式去抓的。那今天呢，我才知道，其实你是可以用笼子来捕捉这个龙虾的，而且呢，捕捉的过程呢还算容易吧，我觉得，而且等待的时间呢，你还可以做其他东西。那迪伦，我们大概要等待多久？OK， 我们需要等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那校长，这个地方就叫做四湾岛嘛，对不对？可是它都不是一个岛来的，对不对？哦，这里其实不是岛。那为什么叫它岛？应该是以前来这边居住人哦，他们以前是从中国坐船来到这里嘛，没有路可以通到外界，所以一种错误的地理概念。这里哦，除了这个打卡点之外啊，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应该去拜访的呢？就是六湾有一个神庙村哦。哇哦！这个神庙村的第一间屋子。哇哦！
放眼望过去，全部都这个是都是庙来的。观音寺，哇，好漂亮哦，观音寺。有100年的历史了。等一下，你是说这间观音庙坐落在这里有100年了？哦，没有，真正坐落才3年，1925年在3湾，然后被迁移过来这里。迁这里。所以为什么他们想要把全部的庙迁移到这个神庙村里面呢？哦，因为当时政府发展下面那6个渔村，所以发展石化工业，所以这些人就要搬迁哦，包括全部建筑物都搬迁过来这里。比如说这边有4湾的、7湾的，这个4湾的，因为在马路的边缘，所以必须要拆除，因此我们觉得这个是有纪念性。只是观音的那个肖像而已，不是整个亭整个亭子调过来的。哇，这样这个7湾这里的呢？这些柱子全部是7湾，这些石柱其实就是7湾那边的。它倒在地上，在某个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说是一个历史的古迹来的。历史的古迹，你看很有意思的，愿天长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我相信我应该还没看过，就是一间又一间的这个寺庙就这样子一直延伸过去。在这整排历史比较悠久的是哪一所？有一间头湾的护湖庙。哇！一走下来，我发觉到其他的庙呢，就看起来比较朴素。是。这一间庙呢，就看起来很多色彩。如果我没错的话，它是不是有保留了很多在他们之前的那个地方的一些元素？现在所看到这个是比较新的啦，外面那个头湾护湖庙搬过来的这个炉子在旧庙。那校长边嘉兰现在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会是什么呢？现在呢，一般上是人口比较老化咯。年轻人都外流工作。没想到八间庙建在一起，也成了一个很特别的景点。边嘉兰以外人听到有这样的这个地方呢，神庙村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当旅客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边嘉兰。是。那迪伦呀，你在4湾岛的童年是怎样的？其实我是头湾人，小时候啦，5岁过后才搬来4湾。我们这边叫边嘉兰县，头湾就是第1个湾嘛，2湾、3湾、4湾，甚至到12湾。那迪伦，你有没有想过要离开4湾岛，然后去到城市里头生活？其实是有啦，但是现在已经结婚有小孩了，然后小孩也在那边读书，比较难做这件事情，而且家里都在做着这个生意。我其实还会想要去外面发展，但是最终我们还是会回来4湾因为这边还是我的家乡。对。OK， 我们现在要把笼子捞上来了，对吗？对，时间到了，我们可以把笼子捞上来。哇！我看到螃蟹，还有这个 buffer fish， 这是 buffer fish 对吗？对，没有错。Oh my god！ 那虽然没有抓到龙虾呢，可是我还是很兴奋的，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把它捞上来。OK， 有龙虾！哇，3只。哇，有大只，还有小石斑鱼，哇，抓到大的了。这个是 OK 的，这个肯定合格的呀，这个就不用放生。这不用放生。这2只一看就知道不合格了。对，头的这个部分到顶这个尖的地方要有够大啦，这样子。所以这个 size 必须放生。所以这个是那个合格的呀，然后这个是不合格的。Yes， 对。哇，它们是什么品种来的？就是我们本地叫青龙。因为它的壳有一点青色。对，好，我们就把小的放掉。长大后还有一条石斑石斑要放掉。有。yeah baby， 这个应该不够大你量看，这个2只小的这肯定要放掉了。肯定够了。我们现在有3只龙虾喽。对，
所以这次是我们的第一次的美食交流会 Yes， 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刚好呢就是向海，我觉得那个感觉应该是蛮不错的。怎么开？这样子推出去，1、2、3，开！哇哦，这个呢就是我们各自的 apron 了，我的是这个，你的是这个，哇，拿不让这是你的，很好。所以今天我们要煮的呢，就是潮州蚝烙，也就是我们的蚝煎。我负责的呢，就是那个粉浆，用的呢就是粘米粉还有番薯粉。 OK， 你是什么蛋？鸭蛋很明显的鸭蛋，蛋黄。比较深色，而且它蛋白会比较浅。这个粉浆呢，大致上这样就调好了。所以今天我觉得应该有比较新加坡式的啊，就是那种 thin crust 的 Yeah，有煎到 crispy 的。 OK， OK， 哎，李人来了，Hello，嗨，生蚝来，哇，你等下你要找对地方，插进去先啊，你这样子顶进去了哦，你向下它就开了。哦，好。向下。哇，没有想到生蚝那么难开啊！通常哦，我去那种餐馆，那些waiter啊，就这样唰就开了了。哇，开到了。我觉得呢，我自己的表现还蛮不错的。那我相信呢，我应该会成为陆战大哥的得力助手，下一个最好的 sous chef。Cheers！ 这个一定好吃的。OK， 来。哇，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开生蚝，哇，那生蚝好饱满，好新鲜。非常爽，再加上它是脆的。大致上呢，现在我有的呢就是已经磨碎了的那个辣椒，这个呢就是白米醋。因为呢，待会我会放蛮多猪油的，所以这个比较酸一点的就可以解腻。而且呢，我们要用的呢就是潮汕的鱼肉，潮州鱼肉。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个潮州蚝烙，有那么多次我都站在那个档口前面，就是等待我那一盘蚝烙。我每次呢都有看那个档主呢在那边炒，他的整个过程呢，我不会觉得有什么担心的。我比较担心的呢就是那个粉浆，那个番薯粉呢本身呢就会给你那种糊状，可是呢粘米粉它就会给你那个脆度。昨天呢，我们也是有吃生蚝嘛，对，那昨天的生蚝也是很好吃的，只是呢，今天的这个呢，我觉得它的肉呢真的是比较肥美。 OK， 因为这个是美国的嘛，所以天气不一样，那边比较冷嘛，所以它更肥了。哇，对，很肥哦。哇，你有没有切到它就是一个鸡腿耶！啊，对， OK，已经出丝了。哇，哥哥，哎，啊，生蚝准备好了。好，我来看一下。小心。叮铃，哦，那么大颗啊！对，有点太大了，我觉得有可能你能把它剪成2段，而且啊，那个生蚝一定要是干的，不要湿的，所以那边呢有那个纸巾啊，说 pat dry， OK 好不好？虽然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美食交流会，可是呢，我们3个人就像一个流水线工厂一样，很顺畅，很有默契。我希望这次的粉浆呢，就是我要的那种口感。这个鸡蛋加这个鸭蛋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金黄色，这个颜色就美了。OK， 哇过来，这个部分再跟它翻。哇，这个漂亮，这个漂亮。油放这里，生蚝来，下生蚝，全部快点。啊，手忙脚乱。生蚝呢不要煮得太久，对不对？因为煮得太久的话呢，它太老的话呢，就不好吃了。它的肉就很硬了。 OK， 来那个碟子，碟子，那个盘。OK， 好了。然后你们发觉到我做的这个呢，一点都不油腻，这个我们可以上碟了。Let's go。哇，好特别的一个地点哦。来，就放这个正中间。哦，哇，这个是灵魂，是酱料。拿出来，可以拿掉了。哎，Hello， 来了，我的水来了。酱你肯定很方便，对不对？之前都没有看到你。直接从他的那个餐馆就直接拿过来。哎，啊，丁爸爸，丁爸爸好。
我是 Jasper，Hello。来，大哥，你这边坐好不好？来，迪乐你坐这边。我坐这边。好，非常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美食交流会啦。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来到这里呢，我们就去享受到了那个生蚝嘛，对不对？我们就有灵机一动，我们就想说，其实新马我们都会有那个蚝煎。对不对？只不过，味道有些许的不同。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就呈现给你我们新加坡版本的这个蚝煎，它会来的比较脆一些些。对，然后我们也有这个自制辣椒啊，是带酸性的，可以解那个油腻。你们带了一些什么东西来呀？我带了龙虾，龙虾，这个是刚才我跟何门去抓的。这个对，真的吗？四只都在这边。对 ，OK。我带了这个乌龙荔枝。哦，他们叫荔枝乌龙。好，那我们就可以倒一下这个乌龙荔枝，我们趁热吃好不好？我们的吃法是这样子啦，就是这个辣椒都淋在上面，一起，来，大家吃。你去过新加坡，吃过新加坡的蚝煎吗？对，有吃过。有吗？它的粉会比较脆。哇，哥哥，这是我第一次吃你煮的，我真心觉得你不开餐馆太可惜。哎呀，弟弟，我不瞒你说，我煮过很多样美食，不过这是我第一次煮蚝煎啊！第一次煮就可以煮到厉害啊，很好吃哎。没有，我觉得最主要就是那个食材要好嘛，对不对？你提供给我们的那个生蚝呢，非常的鲜。对，校长啊，早期啊你在马来西亚这里吃这个蚝煎的时候，他们是用什么蛋的呢？有些地方是用鸭蛋哦，都有些用鸡蛋哦。你人爸爸呢？这边的炒那个粿条哈，蚝煎啊，全部都是鸭蛋，都是鸭蛋。早期因为鸭蛋便宜嘛，是，而且比较大。是，不过我们在新加坡呢，就很多年前呢就没有这个鸭蛋了，唯一的鸭蛋呢都是已经做成这个咸蛋了。所以这一次呢，既然我们是在马来西亚的，有这个机会呢用到这样的一个食材呢，当然呢我就不能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各位，你们觉得这道美食怎么样？有一点脆脆这样。是，我们这边的有人潮州人的做法，它是黏黏的，比较好像糊的。跟他们一起吃东西，然后进行我们的美食交流的时候，很庆幸的是，他们都可以跟我们说出一个所以然。我觉得是一场非常充实的美食交流会。这一道是上汤龙虾，我觉得你的上汤呢，非常有内涵，再加上呢花雕酒，所以有那个香气在那边，火候拿捏得很好。那个肉吃起来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妈的，虾膏好多，很多，流出来了。谢谢，哇哦。OK，这道菜叫金沙龙虾。很多地方会听到金沙，就是以为是咸蛋里面就是有香料，有虾米啊，跟黄姜粉、咖喱叶，还有这些脆脆的，是我们的秘方。真的吗？好多肉，谢谢你。校长，给我小的，小的啊，没有小的，只有大的更大。在新加坡我们也有类似的，不过好像你所说的那个金沙，就是用那个咸蛋的。对。不过以味道来说的话呢，就是那个咖喱叶的香气、奶油的香气，还有那个糖。这里真的不愧是龙虾之乡，再加上吃到自己捕抓的龙虾，对，特别好吃，特别香。那我们今天在码头，又在星空下吹着海风，又吃到那么美味的佳肴，哇！第一次的美食交流会，我真的觉得好温馨，好爽。这是我们重新出发第一场的美食交流会，希望你们今天呢，喜欢我们为你们准备的潮州蚝烙。那这次呢，我们带着满满的诚意，聆听你们的故事，真的能感受到你们对于这个地方的情谊结。很高兴，因为这个节目呢，可以认识到很多新朋友。当然也要谢谢这2位前辈啊，我加入你们的大家庭。坦白说也非常开心了，就是 Jasper 加入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也相信啊，接下来的旅程呢会越来越精彩，也越来越开心。因为我也希望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呢，适应我们，也适应整个团队。接下来的12集呢，我们都可以玩得非常的开心，然后留下非常珍贵的回忆。干杯！谢谢大家辛苦了。开车，啪啪走，Number 2。这是你们第一次的美食交流会，我准备了这个烟花，让你们这边庆祝一下，好不好？哇，好特别
呀！感谢迪伦呢，那么细心的安排这个烟花，让我可以很快的融入团队，然后呢一起擦出火花。